姐姐，你这双能变百草的眼睛已经瞎了，嗓子也哑了，感觉如何？别挣扎了，你以为太子真的爱你？他不过是利用你的医术拉拢人心，如今你没了利用价值，这把火就是他送你的催命符。我苦学医术10年，悬壶济世，竟被这对狗男女利用殆尽，我不甘心！点火，送好姐姐上路！我的眼睛，我没死，我重生回到了16岁赐婚这天。皇上有旨，沈家嫡女沈清欢温良敦厚，医术卓绝，特赐婚于太子，择日完婚。儿臣多谢父皇恩典。清欢妹妹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谢恩！臣女沈清欢不能从命。沈清欢，你疯了吗？竟敢当众抗旨！沈清欢，你可知拒婚是何罪名？你必须给朕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大禁律例，女子若有大宏愿，可暂缓婚嫁。太子，你以为你还能掌控我的人生？皇上明鉴，臣女立志钻研医术，愿以毕生所学悬壶济世，救死扶伤。臣女只愿做大征的女医，不愿困于后院。若因一己之私耽误太子殿下，臣女万死难辞其咎。狡辩！区一个女子，谈什么悬壶济世？既然沈小姐心怀天下，不愿嫁入东宫，那不如嫁给本王。前世我惨死冷宫，无人收拾，唯一为我烧纸祭奠的，居然是这位冷漠战神靖王。本王的王府从不管束女子行医，你若嫁给本王，这天下你大可去救。萧绝，你竟敢当众抢我的女人！她还没谢恩，算不上你的女人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！夫人她突然吐血不止，快不行了！母亲，前世母亲就是在这几天离奇暴毙的，难道我重活一世，还是来不及救她吗？大小姐，您可算回来了。夫人大夫说夫人气数已尽，准备后事。夫人脉象断绝，老朽实在无能为力，请大小姐节哀。节哀？前世我就是信了你们的鬼话，才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上。这一次，谁也别想从我手里夺走她！滚开！我母亲还没死，轮不到你在这里耗丧。大小姐，妾身也是一片好心，您怎能这般不识好歹？脉象沉涩，毒入肺腑，这不是病，这是西域奇毒千疽。墨主，把门关死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踏入半步。是，大小姐。奴婢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不会让人打扰你。沈清欢，你疯了吗？夫人已经不行了，你还要用针扎她，你真是大逆不道！你再多说一个字，下一根针就会扎进你的死穴。毒素暂时控制住了，但千疽毒极其罕见，母亲深居简出，怎会中此剧毒？定是身边人下的手。好一个气数已尽，柳姨娘，这碗药是你亲手熬制的，你作何解释？你血口喷人，这药是厨房统一熬制的，我不过是端过来罢了，谁知道里面有什么？千疽毒遇热，则散发出一股极淡的杏仁味。这毒必须在药端出厨房后，趁热下入才能显香。从厨房到夫子院，只有你一人碰过这碗药。你若不说实话，我现在就拿着这碗药去京兆尹击鼓鸣冤，告你谋杀当朝，一品告免夫人。这小贱人怎么突然变得如此厉害，连千疽毒认得出来？
不行，绝不能让他去见官，否则我的亲肉就全完了。大小姐饶命！妾身一时糊涂，是厨房的王嬷嬷教唆我的。我真的不知道那是毒药啊！他宁愿拉个嬷嬷垫背，也不肯说出真相。千气毒绝非他一个内宅妇人能弄到的，背后必定还有更大的阴谋。娘，沈清欢竟然没死，还治好了主母，真是见鬼了！他不但没死，还当众让我在下人面前颜面扫地，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娘放心，明日便是长公主的赏花宴，京中权贵云集，女儿已经安排好了，定让她身败名裂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姐姐，这2日为了照顾母亲，您受累了。妹妹特意为您泡了安神茶，还请姐姐尝尝。沈二小姐真是纯孝，对嫡姐也这般恭敬。安神茶，前世你也是在这场宴会上给我端茶，却在递茶时故意松手，将滚烫的茶水泼在我身上，害我失忆，还反咬我一口。妹妹这杯茶，姐姐可不敢喝，谁知道里面有没有加些特别的佐料？姐姐怎可凭空无人清白？妹妹只是一片孝心。只要你毁了容，看太子还会不会多看你一眼。哎呀，妹妹怎么如此不小心？端个茶也能平地摔进湖里。快来人啊！二小姐落水了！沈清欢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！沈清柔只是个跳梁小丑，真正可怕的是隐藏在她背后，能弄到千钧毒的黑手。靖王殿下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沈小姐刚才在湖边反杀庶妹的戏码，甚是精彩。不过，对付这种蠢货，还值得你费心。殿下若是来看戏的，戏已经散了，请放开臣女。小心你身边的人，你母亲中的千机毒，绝非意外。当年，本王的母妃也是死于这种毒。什么？战神靖王的母妃竟然和母亲死于同一种毒药？桂嬷嬷是母亲最信任的人，母亲病重前，她却突然失足落井。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？她一定留下了什么线索。大小姐，您快来看，地砖下面好像有东西！这是诀，靖王萧诀。难道母亲的死真的和皇室有关？
派人盯着。沈清欢那个死丫头在桂嬷嬷的旧院子里挖出了什么东西？她果然在查当年的事，绝对不能让她查下去，否则一旦被父亲知道，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现在邪门的很，连你的赏花院算计都躲不过去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他不是喜欢查案吗？那我就送他一顶私通外男的帽子，让他彻底翻不了身。你今晚去前院，把那个好色的马夫张三叫到柴房去。这字迹刻意模仿了桂嬷嬷的笔迹，若是前世，我定会中计。但如今，沈清柔，你想玩，我便陪你玩到底。大小姐，您可算来了，小人想你想的心口都疼了。就凭这种货色也想算计我？父亲，你快看，柴房里有男人的声音！姐姐她竟然真的在府里私通外男！孽女，你竟敢做出这等败坏门风的丑事！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廉耻的逆女给我绑了，立刻陈堂！父亲若是现在杀了我，明日满京城都会知道大晋的战神靖王头顶上绿油油的。谁敢动本王的女人？靖王殿下，您深夜带兵闯入老臣府邸，意欲何为？沈相好大的威风，本王未过门的王妃，你也敢动用私刑？王爷明鉴，姐姐她不知廉耻，在柴房里藏了野男人。放肆！靖王妃的名讳也是你这庶女能攀咬的？没伤着吧？就凭这种废物，还伤不了我。不过殿下若是来晚一步，臣女恐怕就要被沉塘了。圣旨到，沈清欢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沈家嫡女沈清欢医术精湛，深明大义，特封为正六品女医官，即刻入宫为太后诊治。钦此。女医官，皇上竟没有降罪。大反转！前世我苦熬10年才当上女医官，今生居然一道圣旨就成了。萧诀，这就是你给我的底气吗？臣女领旨谢恩。脉象虚浮，气血两亏，表面看似风寒入体，久治不愈，但脉络深处却有一股极度阴寒之气凝结。这是千炉，而且是极其罕见的慢性千凝毒。这嬷嬷的长相竟然与母亲生前的裴家贵嬷嬷有7分相似。沈医官，太后的病情究竟如何？太医院一众庸医皆说无力回天，你可有把握？启禀皇上，太后并非感染风寒，而是中了一种名为千灸的慢性奇毒，毒素已侵入5脏6腑，故而久治不愈。混账！这深宫大院竟然有人敢给太后下毒！皇上息怒，臣女愿立下军令状，只需3个月，臣女定能彻底清除太后体内余毒，还太后凤体安康。好，朕赐你金牌令箭，太医院所有药材任你调用。
若能治好太后，朕重重有赏。崔嬷嬷在太后身边伺候多少年了？我看您行事稳重，颇得太后信任。回沈大人的话，老奴在太后身边已经伺候5年了。5年？母亲是3年前毒发身亡，太后也是3年前开始中毒，这时间线未免吻合的太过诡异。我曾听家母提起过，京城有一种极为罕见的杏仁酥，不知崔嬷嬷可曾听闻？老奴一直待在宫中，未曾听闻。千居毒遇热会散发杏仁味，她心虚了。这条线索我绝不能断。二小姐这是何意？李大人，沈清欢那个贱人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抢太医院的功劳。这包药粉无色无味，只要大人把它加进太后的安神汤。使不得！谋害太后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药粉只是会让人心悸昏迷，并非致命毒药。只要太后喝了出事，沈清欢就是谋害太后的罪魁祸首。到时候他被凌迟处死，这治好太后的滔天功劳，不全都是李大人的了吗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单生意老夫接了。李大人，在太后的药里加了什么好东西？不如先给本官尝尝。沈大人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，这不过是老夫为了增进药效添加的一味安神散罢了。是吗？既然是安神散，李大人连日劳累，不如先把这碗药喝了补补身子。我不喝，老夫身体硬了，不需要喝药。皇上，此药粉名为散魂砂，与千户毒相克。太后若服下，不出半个时辰便会心脉骤停而亡。李大人身为太医院判，竟知法犯法。拖下去，给朕大刑伺候，撬开他的嘴，看看是谁指使的。皇上饶命！是丞相府的二小姐，是沈清柔给了老臣10根金条，指使老臣陷害沈大人的。皇上明鉴啊！将这庸医拖出去杖毙。传朕旨意，丞相府教女无方，沈清柔褫夺一切诰命赏赐，即日起禁足丞相府，无朕旨意，不得私踏出半步。这不过是一点利息，我们之间的账还得慢慢算。左边抚琴的是我的母亲，那右边这个对弈的女子是……那眉眼竟然与萧绝有7分相似，这必定是靖王的母妃，先帝的宸妃。当今皇后的凤叶，这3个人当年究竟有何多纠葛？为何画中之人最终都死于千秋奇毒？太后娘娘，臣女在内库挑选药材时，无意中发现了这幅画。画中之人，可是家母与先宸妃。你长大了，眉眼间与你母亲真像。当年，你母亲是京城第1才女，
与靖王的母妃陈妃情同姐妹。这幅画正是当今皇后当年为他们2人亲手所绘。太后娘娘，臣女查明，家母并非病故，而是死于千居毒。且陈妃娘娘当年似乎也是。住口！此事绝不可再提。这深宫的潭水太深，千居2字是宫里的绝对禁忌，哪怕是皇帝也不敢轻易犯这桩旧案。太后在怕什么？连太后和皇上都不敢深究的毒药，究竟牵扯到了怎样庞大的势力？你去问太后了，本王不是警告过你不要打草惊蛇吗？王爷既然知道幕后黑手是谁，为何不肯告诉我？我母亲不能白死！因为那个人现在还不是你能对付的。你若贸然行事，只会像你母亲一样死得悄无声息。你母亲临终前将爵字玉佩交给你，就是想让我护你周全。把玉佩收好，剩下的事交给本王。青柔说了，沈清欢在废院挖出的那块玉佩，绝对是致命的证据。今晚就算翻个底朝天，我也必须把它偷出来毁掉。找到了，柳姨娘，深夜造访，找什么东西这么开心？不如说出来，让本官也听听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在宫里当值吗？若不假装回宫，怎么能引出你这条咬人的毒蛇？那迷香对本医官来说，不过是班门弄斧罢了。我不会放过你！说吧，是谁指使你来偷玉佩的？当年的千奇毒，又是谁教给你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是府里的半个主子，老爷绝不会放过你。嘴硬。我这套鬼门13针，能在不留一丝伤痕的情况下，让人痛不欲生。我说，是青柔让我来偷玉佩的，她怕你查出当年的真相。沈清柔没有那个本事弄到千居毒，幕后主使究竟是谁？是宫里的那位贵人。说出那个人的名字。他当年给了我毒药，答应事成之后让我扶正。宫里哪位贵人？是当今的莫主，追！杀人灭口，幕后黑手的手竟然已经伸到了丞相府内，他究竟是谁？别碰，
剑上有见血封喉的剧毒，这是皇家暗卫专用的穿云箭。皇家暗卫，萧绝，你早就知道幕后主使是谁，对不对？事到如今，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当年毒杀你母亲和我母妃的人，是当今皇后。皇后，皇后本家姓王，是太后强行赐爱给父皇的，而她正是沈清柔的亲姨母。当年柳姨娘能入丞相府，本就是皇后安插的一枚棋子。大反转！原来沈清柔之所以如此嚣张跋扈，原来她背后站着的竟然是一国之母。当年母妃与你母亲交好，父皇甚至动了废后立母妃的念头。皇后为了保住后位，利用柳姨娘在你母亲药中下千机毒，又用同样的手段害死了我母妃。好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，为了权柄，竟然视人命如草芥。本王隐忍10年，就是在收集她的罪证。清欢，这盘棋你愿意陪本王一起下到底吗？不出此毒瘤，我誓不为人。姨母，柳姨娘死了，沈清欢一定查到了什么，而且太后的病也快被他治好了。若由着他做大，只怕会威胁到太子的地位啊！太子，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片子，也妄想撼动本宫的大树。他以为治好了太后，就能平步青云了。下个月就是太后的60寿宴，皇上既然这么器重她，本宫就让她在寿宴上好好出个风头，让她从最高处摔下来，粉身碎骨。姨母的意思是，在寿宴上刺杀太后，这个罪名足以诛他沈清欢9族。皇上，太后大病初愈，多亏了沈医官。听闻沈医官不仅医术了得，剑舞更是一绝。不如今日就请沈医官献舞一曲，为太后助兴。图穷匕现，大晋贵女向来以琴棋书画为尊，当众舞剑，那是伶人所无。母后说的极是，清欢妹妹，你可别洒了太后的兴气。皇后这是想当众羞辱我，还是另有杀招？这沈医官毕竟是朝廷命官，既然皇后娘娘抬举，臣女若推辞，倒显得不知怀好歹。臣女愿献丑。原来杀招在这里。翠儿的袖口里藏着暗器，只要我靠近，她就会借机刺杀，然后嫁祸给我。放肆！寿宴之上，竟敢暗藏毒刃！翠儿，你带匕首做什么？娘娘何必动怒？这匕首上淬了见血封喉的剧毒，若非臣女方才失手，只怕今日血染大殿的就不知是谁了。皇家禁卫防守严密，一个宫女如何带毒刃入内？此事必须彻查。这剑毕竟畏罪自杀了，臣妾管教不严，请皇上降罪。好一招气穿宝扇，不过你的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。父皇，儿臣接到密报，晋王萧决暗中勾结敌国，意图谋反。这些是他在边关与敌国将领来往的密信，请父皇过目。放肆！这字迹
这阴质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这伪造的手段，未免也太拙劣了些。天！死到临头还敢狡辩！父皇，萧诀手握30万重兵，若不尽早铲除，大尽威仪。萧诀，朕念你战功赫赫，对你一再宽容。你竟敢生出反骨！来人，将晋王革去兵权，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皇后，你为了支开我，连这种低级的栽赃都用上了。你的真正目标到底是谁？大小姐，出事了！靖王殿下被太子指控谋反，哥哥被打入天牢了。谋反？萧诀若想反，10年前就反了。这是有人故意组局，前世今生的所有罪人面前求。不对，皇后明知这种拙劣的伪证弄不死萧诀，为何还要多此一举？除非他只是需要萧诀暂时离开我的身边。沈医官，快去看看吧！太后娘娘刚才喝了药物，让毒出黑血，昏迷不醒了。调虎离山，他们的真正目标是太后。沈清欢，你这个庸医！你不是说太后的毒已经解了吗？为何太后会突然毒发？沈清欢，你若救不回太后，朕要你整个史家陪葬！脉象狂乱如麻，这不是欠风毒复发，这是一种见血封喉的新毒，毒素已经逼近心脉，只有最后半炷香的时间了。全部退下，我要时间。母后，您终于醒了！这怎么可能？皇上，太后体内的剧毒已被臣女强行逼出，但此毒并非旧疾复发，而是心下的剧毒。皇上请看，这毒中夹杂了一味极其罕见的药引，名为紫幽兰。此草生于极寒之地，整个京城只有一处地方有种植。哪一处？东宫太子殿下的暖阁里，刚好养了一盆外邦进贡的紫幽兰。父皇，儿臣冤枉啊！儿臣怎会谋害皇祖母？是沈清欢这个贱人血口喷人！母狗，殿下若是清白，敢不敢让御卫军现在就去东宫搜查？若搜不出紫幽兰的残叶，臣女自刎谢罪。启禀皇上，微臣在东宫搜查，确如沈医生所言，那盆紫幽兰为刚刚采摘过的痕迹，并且在太子书房的密阁中，搜出了伪造靖王信件的印式模具。好一个东宫，好一个太子！为了陷害皇叔，竟然连自己的亲祖母都下得去手！
皇上明鉴，靖王殿下乃国之栋梁，对大晋忠心耿耿，绝无反意。传朕旨意，立刻释放靖王。太子禁足东宫，听候发落，暗中给朕查，连皇后也一并查查。萧诀，我没让你失望，这第一局我们赢了。本王就知道你不会让本王在这阴暗的地方待太久。王爷若是待习惯了，我也可以再把您送回去。辛苦你了，清欢。别高兴得太早。皇帝虽然怀疑了皇后，但没有实证，根本动摇不了他的根基。你们是什么人？陈太医，10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靖王殿下，老臣有罪，老臣对不起贤妃呀！陈太医，当年陈妃娘娘和我母亲的千机毒，到底是不是皇后逼你配的？是，当年皇后用我全家老小的性命相逼，我只能照做。这张就是当年皇后亲笔写下的毒方草稿，老臣偷偷藏了下来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大白于天下。陈太医，你可愿明日随本王进宫面圣，指证皇后？老臣这条命早就该还给陈妃娘娘了。明日老臣定将真相和盘托出。王爷，我们来晚了一步，全家7口，一刀毙命，连3岁的孩子都没放过，是皇家暗卫的手法。皇后，线索又断了，皇后在宫中的眼线究竟有多深？这唯一的活口证人被杀，这盘棋彻底走进了死胡同。是本王疏忽了，皇后的动作比本王想象的还要快。不，这说明皇后怕了。她越是疯狂灭口，越证明她心虚。只要她还在做，就一定会露出破绽。王爷，沈二小姐在府外求见，她说她手里有您和沈大小姐想要的东西。沈清柔，姐姐，王爷，陈太医是不是死了？你们现在是不是很绝望？你敢来靖王府撒野，是觉得本王的刀不够快吗？王爷先别急着发火，看看这是什么。皇后的亲笔信怎么会在你手里？我那个死去的姨娘虽然蠢，但也知道留一手保密。这封信被她藏在了我房间的暗砖里。有了这封信，皇后必死无疑。条件是什么？你既然敢拿出来，必定有所求。我要你主动解除与靖王的婚约。我要靖王明媒正娶，八抬大轿迎我入门。我要你沈清欢亲眼看着我坐上靖王妃的位子。只要你答应，这封信就是你们的。你找死！杀了我！只要我今晚没有平安回去，这封信的母本就会被销毁。沈清欢，你母亲的仇，消绝母妃的仇，就永远报不了了。你选吧。大反转，昔日的跳梁小丑，竟握住了我们致命的软肋。好。
好，我答应你。清欢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本王宁可不要这证据，也绝不可能娶那个毒妇。谁说你要娶她了？我只是答应她让出位置，可没说怎么让。你是想将计就计？沈清柔嫉妒我入骨，她怎么可能真的把信给我？她约定3天后在城外破庙交易，那分明是一个引我入骨的死套。破庙地势偏僻，极易设伏。既然知道是陷阱，本王绝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若不去，信就拿不到。你带玄甲卫在暗处接应，明面上我必须一个人去。我来了，信呢？我的好姐姐，你还真是蠢得可怜。你以为我真的会留下这封信来翻倒皇后娘娘吗？那封信昨天就被我烧成灰了，没有了信，皇后依然是高高在上的皇后，而你今日就必须死在这里！你竟敢骗我！不仅是我骗你，皇后娘娘也早就想送你上路了。出来吧！给我把它剁成肉泥！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信被毁了。看这帮杀手，就是皇后指使的铁证。沈清柔，你以为今天死的是谁？给本王杀！一个不留！保护好自己。想跑，没那么容易。放开我！你这个贱人！跪下！刚才他撕毁信件时，眼神闪躲。以他贪婪脚下的本性，绝不能轻易毁掉这唯一的保命底牌。你干什么？你敢撕我的身？我就知道，你撕的不过是伪造的赝品，这封真信才是你想要挟我们的筹码。可惜，你没机会用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娘娘，不好了！破庙那边传回急报，暗卫全军覆没，沈清柔被靖王生擒，那封要命的信也落到了沈清寒手里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信一旦落入萧缺手中，皇上必定龙颜大怒，本宫的后位、太子的储君之位，全都会化为乌有，绝不能坐以待毙。传本宫懿旨，立刻调集5城兵马司和东宫卫队。娘娘，您这是要清君侧，诛逆贼！今晚本宫要这天下易主。很好，传令下去，任何人不得进出皇宫，违令者杀无赦。末将遵命。
子，这群逆子竟然敢兵围养心殿，他们是想造反吗？皇上息怒，外面全是被皇后娘娘买通的禁军，咱们出不去了呀！朕戎马一生，竟在这深宫之中被自己的发妻和亲生儿子逼入绝境。小爵、清欢，你们拿到证据了吗？大晋的江山绝不能落入这毒妇之手！王爷，宫门被封死了，看这阵仗，皇后已经动手了。本王乃摄政靖王，奉旨入宫，尔等还不速速打开城门！皇上有旨，靖王勾结敌国，意图谋反，任何人不得放其入内。放箭！他们要的不是萧诀的命，是这座城的乱。正面强攻必定死伤惨重，而且远水救不了近火。皇上现在危在旦夕，必须想办法潜入进去。萧诀，别硬拼，我知道有一条密道，可以直通养心殿。密道？皇宫图纸上从未记载过任何密道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前世我在太医院苦熬，为了给后妃秘密送药，无意中发现了那条废弃100年的前朝排污暗道。来不及解释了，你带玄甲卫在这里强攻宫门，吸引禁军的主力。我从城西的枯井密道潜入，去救皇上。不行，宫里现在全是皇后的死士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萧诀，我们没有退路了。若皇上被退位，就算你攻破宫门也无济于事。相信我，我能自保。活着等我。沈大人，皇后娘娘早就猜到可能有人魂会这条废弃的门道，特意派老奴在此等候多时了。你不仅是皇后的眼线，还是个会武功的死士。受死吧！不能跟他纠缠，皇上那边等不起。我这双手能救人，也能杀人。蠢货！就算你拿到了证据又怎样？如今这皇城内外全是我的人，你这是自投罗网！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拿下！张统领，你来的正好，立刻将靖王和沈清欢就地诛杀。萧诀，你终究还是落到了本宫手里。张统领，你疯了吗？你敢造反！微臣张远奉靖王之命潜伏10载，今夜特来护驾。什么？潜伏10载？不，这不可能！大反转！原来萧诀早就在皇后的禁军中安插了最致命的棋子。10年的隐忍，今夜终于收网。毒妇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成王败寇，本宫无话可说。他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个垫背的。去死吧！太快了，躲不开。萧诀。别哭，本王没事。太医，这匕首上有剧毒。萧诀，你等了10年才报仇，我不许你就这么死了！你给我撑住！大小姐，你这样自己也会中毒的。若他死了，
我绝不独活。毒血清除了，你这条命是我救回来的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哪里也不准去。皇上有旨，废除皇后王氏，赐3尺白绫，废太子萧雨，贬为庶人，流放南荒，永世不得回京。本宫不服，本宫是冤枉的。将军，丞相府那边传回消息，沈清柔趁乱打伤了看守，逃出了京城，下落不明。发海捕文书，挖地3尺也要把他抓回来。靖王萧阙护驾有功，平叛及时，特封为摄政王，辅佐朕打理朝政。皇上圣明，摄政王千岁。沈清欢，你不仅治好了太后，更在叛乱中临危不乱，立下不世之功。朕今日特封你为护国女医，赏黄金1万两，京郊良田1000亩。臣女多谢皇上隆恩，只是这黄金连田，臣女不能受。哦，别人求都求不来的恩赐，你为何不要？臣女出身深宅，见过无数女子因不通医理，病痛缠身，却无处求医而惨死。大晋虽允许女子行医，但天下能够系统学医的女子却寥寥无几。臣女不要金银珠宝，只求皇上恩准，让臣女在京城创办一座天下女医馆。臣女愿将毕生医术倾囊相授，让天下女子皆可学医，皆能自救。臣复议，愿倾摄政王府所有财力助沈医官建馆。好一个天下女子皆可学医，朕准了。这医馆的牌匾，朕亲自为你提。一切都在按你的计划进行。等你医馆落成之日，本王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要对你宣布。什么事神神秘秘的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今日天下女医馆正式开张，凡有志于医道的女子，皆可入馆学习；凡身患疾款的女子，皆可来此求医。太好了，咱们女人看病再也不用遮遮掩掩，忌讳男女大便了。沈大夫真是活菩萨。母亲，您在天之灵看到了吗？女儿不仅为您报了仇，还要让这天下千千万万的女子都能掌控自己的命运。这是当归，补血活血，对女子调理器械有奇效，但切记用量需根据病患体质增减，不可一概而论。大小姐，您都连续诊了3个时辰了，喝口水歇歇吧。摄政王殿下刚才派人传话，说晚上在府中备了酒菜为您庆功。好，看完这几个病人我就去。凭什么我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东躲先藏，你却能成为万人敬仰的活菩萨？沈清欢，你毁了我的人生，我也绝不让你好过。这是我从南疆黑市高价买来的断肠散，只要把它倒进医馆熬药的大锅里，明天这里就会变成乱葬岗。到时候我看你这个护国女医怎么收场！沈清欢，去死吧！沈清欢，你们全都去死！全都去死！沈清柔，我等你很久了。
沈清欢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设计陷害我！陷害？你身上搜出的断肠洒就是铁证。我早料到以你睚眦必报的性格，绝不可能轻易罢休，所以故意在后院留了缺口。你果然自投罗网。这不是通缉令上的那个罪犯吗？他竟然想给咱们的救命药里下毒！恶毒的女人，打死他！将此毒妇押入死牢。明日午门，凌迟处死，以儆效尤。哼，这沈清柔作恶多端，死有余辜，凌迟处死，算是便宜他了。皇上，臣女恳请皇上收回凌迟之命，改判沈清柔流放苦寒之地，终生为奴。清欢，你疯了吗？他3番5罪要杀你，你竟为他求情？沈医官，你是在跟朕开玩笑吗？他要毒死你医馆的所有人，你为何还要护他一命？所有人都不理解我，但我绝不能让沈清柔就这么简单的死掉。皇上，臣女并非圣母，只是臣女认为沈清柔的恶，除了她本性使然，更是这大晋根深蒂固嫡庶制度逼出来的恶。未来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沈清柔。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嫡庶尊卑乃是祖宗律法。皇上，律法本该是匡扶正义的利剑，而非压迫弱者的枷锁。沈清柔生来就是庶女，受尽冷眼。她渴望出人头地，却因身份被剥夺了一切正当的途径，最终只能走上阴险狠毒的不归路。臣女恳请皇上废除嫡庶之分，规定子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，让每一个孩子不论嫡出庶出，都能光明正大的靠自己的才能立足于世。若能如此，大晋必将迎来真正的海晏金庆。好一个护国女医，好一个心怀天下！朕准奏，即日起废除嫡庶制度，修改律例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清欢，清欢，10年前我护不了你，这10年我步步为营。如今大局已定，你可愿做我的王妃？不是权宜之计，而是生生世世唯一之爱。王爷，800里加急，北敌纠集20万大军突袭边关，连下3城，边关守将战死，大军危在西。立刻备马。萧军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战场刀剑无眼，你不能去。我是你的未婚妻，更是大晋的护国女医。你在阵前杀敌，我在后方救治伤员。你生我生，你死我绝不独活。沈医官，若不是您，俺这条命早就交代了。撑住，王爷还在前方奋战，我们必须把命保住，看着他凯旋。犯我大晋者，推远必诛！是摄政王和护国女医，他们是咱们大晋的战神和活菩萨。王妃的宏愿终于达成了，如今的大京再无嫡庶之分，女子皆可悬壶济世。你做到了。不，是我们做到了。10年前，你在冷宫外为我烧纸；10年后，你陪我创下了这太平盛世。清欢，余生漫漫，山河与你，本王皆要守护。